提到洋洋，陆东明也是一脸的温柔，对母亲说道：“洋洋，今晚就是我抱着他入睡的。他在我怀里安然入睡的时候，我看着他，一颗心都揉成了一滩春水。这孩子越看越可爱，我越来越喜欢他。我不敢奢望他叫我爸爸，听着他脆脆的叫我陆叔叔，我都心花怒放了。周鸿林还活着呢。”洋洋跟他爸爸的感情是不深，却也知道周鸿林才是他的爸爸。以前陆东明哄洋洋的时候，想当洋洋的后爸，洋洋还说过他有爸爸了，不需要再找爸爸，还说什么他不贪心，有一个爸爸就可以了，不需要2个爸爸。洋洋那句话就让陆东明明白，洋洋不会改口叫他爸爸的，所以他也不强求以后能娶到海玲，能和海玲一起抚养洋洋长大成人。听着洋洋叫他陆叔叔，他也心满意足了，毕竟他抢了洋洋的妈妈嘛。洋洋是很可爱，人见人爱的，见过他的人就没有不喜欢他的。陆太太看着儿子说道：“等到你和海玲修成正果后，洋洋若是愿意叫你爸爸就叫，不愿意叫我们也不能逼他。怎么说他亲爸都还在，也支付他的抚养费，不能抹去人家亲爸的存在。若是你和海玲还能生个孩子，妈就算是死也能瞑目了。他4个儿子，前面3个儿子都已婚，也当爸了，唯独这个小儿子让他忧心不已。以前他看不上海玲，不同意儿子和海玲在一起，如今他愿意接受海玲了，但儿子又坐轮椅了，2个年轻人还没有修成正果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在一起呢。2个人都30岁过了，等到2个人真正在一起时，再让海玲怀孕生娃，就属于高龄产妇。以他儿子对海玲的深情来看，他怕是不会让海玲在高龄时给他生孩子的。想到小儿子有可能没有亲生的孩子，陆太太的心呀还是刺痛刺痛的。陆东明抿了抿唇后，对母亲说道：“妈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，现在我和海玲就是朋友，我们谈工作谈心事，暂时不谈情。海玲陪伴他，他也陪伴着海玲，那以后怎么样谁也不知道呀。”陆太太叹口气：“我当妈妈的哪有不想儿孙之事，妈也就是这样说说吧，你们年轻人的事你们自己做主，妈不会再插手的。很晚了，妈推你上楼去吧，早点休息，麻烦妈了。”母子之间那么客气做什么？陆太太起身扶好了轮椅，让儿子自己起身坐到轮椅上。等陆东明坐在轮椅上后，陆太太便推着陆东明朝电梯口走去。在陆东明出事后，知道陆东明要坐很长一段时间的轮椅，陆家就立即在家里安装了电梯，方便陆东明上下楼。陆太太推着陆东明进了电梯，电梯很快就将母子俩带上了2楼。妈，你也去休息，我自己回房可以了，晚安。陆太太恩着又叮嘱了几句。在陆东明自己滑动轮椅后，那陆太太才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推开房门，发现房里的灯亮着，丈夫不知道什么时候醒来，此刻就靠着床头而坐，手里拿着一本杂志翻阅着。陆太太却知道她看不进去，也不会真的在看杂志，因为丈夫没有戴着老花眼镜。东明回来了。回来了，现在回房休息去。就陆太太走过来，你怎么也起来了？陆先生合上了那本杂志。你担心着儿子，我也担心儿子。东明还没有回来，我睡得都不安稳，总要听到那熟悉的汽车声响，确定是他回来了才能睡得着。哎，可不是吗？他不回来，我们都睡不着。他有说为什么回来的这么晚吗？你们母子俩又在聊了什么？陆太太坐回床上，边掀开了薄被边说道：“她在等海玲，海玲忙完了下班，她又送海玲回家后才回来的。海玲今天特别忙，以后就不会这么晚的了。儿子状态很好，别担心，
很晚了，赶紧睡吧。我母子俩也没有聊什么，就是聊了一下他和海玲的未来。陆先生等妻子躺下后，便熄了灯，说道：现在聊这些做什么？东明还没有康复，他都不会和海玲在一起的，他怕会拖累海玲，由着他们俩自由发展吧，我们看着就行。我也没说什么，希望在咱们有生之年能看到东明结婚生子吧。会的，陆先生宽慰了妻子一句，心里也有着同样的希望，希望小儿子和海玲能早点修成正果，结婚生子。趁学生们已经进入梦乡，程沁偷偷地跑到外面去吃宵夜。白天带着那一班画古龙参加比赛，那他想好好的逛逛馆城都没有时间，想独自出门吃宵夜，也只能等一班画古龙都进入了梦乡才有机会。那吃饱喝足的程沁没有坐车回酒店，好在他去吃宵夜的地方离酒店也不算远，步行的话半个小时可以回到。他干脆就步行回酒店。夜色已深，白天到处都是车水龙马的馆城，就变得安静了很多。大街上偶尔会有一辆车开过，车速都特别快，好像后面有洪水猛兽追赶着他们一样。那都是工作到深夜的人，忙完了着急回家休息的。虽说是深夜，程沁依旧觉得馆城这座大都市很美。他边走边欣赏着路两边的街景，那偶尔看到好看的还会停下来呢，用手机拍照。又是一辆车从他身边呼啸而过，不过很快那辆车就被逼停了。程沁远远地看过去，看到逼停那辆车的是几辆摩托车。馆城禁摩，深夜里出现在街头上的摩托车，怕是不怀好意的呀。程沁是个热心肠又胆大包天的人，仗着有一身拳脚功夫，他加快了脚步，朝那辆被逼停的车子走过去。那几辆摩托车逼停了那辆车子后，又逼迫着车上的人下车。摩托车后座坐的男人手里都持着一根长铁棍，威胁着车上的人不下车就砸了他的车。车上的人害怕他们砸车，害怕的下了车，打劫，把你身上车上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，动作快点。程沁还看不清楚从车上下来的人像什么样，听力极好的他依稀听到那些歹徒说的话，他立即快跑过去。在那个男人哆嗦着掏出钱包递给一个男人的时候，程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冲过去，就一脚飞起，就踢在了那个钱包上。钱包从那个男人手里脱手飞出去，程密动作特别快，一个旋身又冲过去接住了掉落的钱包，然后他手一扬，钱包就从敞开的车门飞进去，弹到了车前玻璃上，就在跌落在副驾驶座上。哇，这个变化惊呆了所有人。程沁的动作实在是太快，所有动作都是一气呵成的。等他们回过神的时候，程沁已经踹翻了2辆摩托车，摩托车上的人还没有爬起来，就被他捡拾起掉落的一根钱棍，一顿打，几个人直接就趴在地上哀嚎。还没有被踹倒的那4、5辆摩托车上的人全都跳下车来，挥舞着他们手里的铁棍围攻程沁，嘴里还嚷嚷着哪里来的黄毛丫头，敢多管闲事。出身于武学世家的程沁打小就练武，他的一身拳脚功夫不知道比海童强多少倍。海童当初面对10几个混混的时候都能轻松的反败为胜，那更不用说程沁了。他一声不吭啊，只管挥舞着铁棍，招招带着很近，又棍棍不落空，只听得一声声的惨叫声。等到程沁停手的时候，围攻他的几个男人已经倒在地上，痛苦地翻滚着。还骑在摩托车上的几个人眼见不好，赶紧骑着摩托车跑老。程沁手里的铁棍又是一扬，铁棍从他手里脱飞而去，
砸到了一辆摩托车的车轮，那辆摩托车翻倒在地上，车上的人也跌得特别惨，还连累了后面的车子，接连翻倒了2辆摩托车。最后呢，只有2辆摩托车跑掉的。程庆停手后呢，还拍了拍手掌，然后掏出手机打电话报警。报警后，他才看向那个被吓呆的男人，不是被吓呆，是被惊呆了。遭到摩托车党拦路抢劫的人是苏腾，苏家少主。今晚这一出戏是他精心策划的。这些摩托车党其实不是真正的歹徒，都是苏腾的人。苏腾在机场捡到的那串钥匙后，看到钥匙扣上的相片，竟然心动了。他明白相片中的那个笑容灿烂的女孩子就是他命定之女，于是他发挥了他们苏家的特长，很快就查清楚了他的命定之女的身份，正是来自云城的程沁。知道程家是武学世家，程沁打小就跟着家中的长辈学武，基础扎实，从几岁开始就不停地参加武术比赛，得过无数奖的呀。大学毕业后，他直接就回到自己家里的武馆当教练，不过他带的学生都是小朋友啊。父兄都说他还太年轻，哪怕他参加过无数次武术比赛，教学经验却不足，需要从带小朋友开始积累教学经验。程沁无所谓，他是个很喜欢小朋友的人。虽然有时候被一般化古龙吵得头都晕，闲时却又会被学生们哄得心花怒放。他对自己的学生那是又爱又恨呀。苏腾早就将程沁的资料摸了个底朝天，连程家的祖宗18代都被他查了个遍。他知道程沁有一身真功夫，没想到程沁这么厉害，一个人就干翻了他的那么多人。好啊，够劲。他就喜欢这样的女人，那种娇滴滴的千金大小姐。苏少主是一点都不喜欢的，那当然也是他对那些千金小姐没有感觉。在确定程沁就是自己的命定之女时，苏腾其实好害怕的，害怕命定之女是个软绵绵娇滴滴的女人。没想到一调查给了他惊喜。等见到程沁真人时，程沁给他的惊喜更大。程沁的身手怕是能跟他打成平手了。身为苏家少主，他的妻子就需要像程沁这么厉害的，那以后也能镇得住底下的那些人。先生，你没事吧？苏腾呆呆地看着程沁的同时，程沁也在打量着苏腾。苏腾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男人长得真帅。他没有见过那么帅的男人。在来管城之前，他听说过管城有几个出名的美男子，其中一个便是战氏集团的当家人战印。战印很难见得到，程沁一行人还特意下榻在管城大酒店。他想着管城大酒店更安全一点，也想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么幸运，能够偶遇一下战少夫妻俩，就欣赏一下俊男美女的。可惜他没那么幸运，一直偶遇不到战少夫妻俩，就连战印身边的得力特助苏总也遇不到。没想到会在深夜的街头遇到了个美男子，就别人说管城的青年才俊都是帅哥，看来传言不虚。程沁瞟了苏腾的车子2眼，豪车啊，新车得花几百万才能买到手，能开这么贵的车，这个男人要不是富二代，就是特别牛逼的商界精英。怪不得会遭到摩托车党拦车抢劫了。深更半夜的，街上没什么人啊，不就被歹徒盯上了呀？先生，你没事吧？见苏腾不说话，程沁再次问道。他还伸手在苏腾的面前晃了晃，以为苏腾被吓傻了。放心，警察很快就会赶到的。这些人拦路抢劫，不判上几年都出不来。苏腾回过神魂，看程沁的眼神是发亮的。他怕吓着了程沁，极力地压抑着自己的炽热之情。
你好厉害呀！程庆笑道，我也不算厉害，只是他们大意轻敌而已。我是突然出手的，他们没有防备之心，出其不意，最容易打压对方的气势。谢谢你帮了我，否则我就要被他们抢了个一干二净。苏腾连连向程庆道谢。程庆说道，小事一桩，路见不平，谁都会拔刀相助的，也不是谁见到了都会拔刀相助。这些人那么多，谁敢多管闲事？我都想着他们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，只要不对我造成人身伤害就行。钱财身外物吗？生不带来，死不带走的，保命最重要。程庆点头，先生这样想很对，在敌我悬殊时丢些钱财，能保住性命，只要人活着，失去的钱财还能再赚回来。小姐贵姓？苏腾问着。程庆就大方地掏出了一张名片，将自己的名片递给了苏腾，说道，免贵姓程，我是个武术教练，不过学生都是小朋友。苏腾接过程庆的名片，认真地看了一遍后便妥善收起来。他又给了程庆一张他的名片，不过他的名片没有写明他苏家的身份，他只以他名下一家公司作为背景，他的身份自然是某某公司的总裁。程庆双手接过了他的名片，看过后笑道，苏先生是大总裁，我看电视里面的大总裁出入都有一班保镖跟随着的。哇，苏先生怎么不带几个保镖？苏腾笑了笑，说道，我原先请有保镖的，他们跟在我身边几年，有些是父母年纪大了，需要他们回家照顾，有些则是被父母逼婚、催婚，最后无奈结婚，辞职回家结婚去了。我一时间还没有请到合适的保镖。程庆哦了一声，没有再问下去。他就是第一次见到现实生活里的大总裁，能开几百万一辆的豪车。苏先生应该是大总裁吧？这是程庆自我见解的，因为好奇啊，他才会多嘴地问了两句。这两人不熟，他可不能打破砂锅问到底。不过从苏腾身上，他得到一个结果，管城的总裁还真的很年轻，英俊多金。等到警察过来，被程庆打倒在地上的那些戏精影帝们，就全都被带走了。程庆还陪着苏腾去派出所录了口供。等两个人从派出所出来的时候，已经是凌晨2点。苏腾对程庆说道，程小姐，你住在哪里？我送你回去。程庆想到3更半夜的，不好坐车，不行回去的话，路太远，不适合，那便没有拒绝苏腾的好意。他答道，我带着学生过来比赛的暂时住在管城大酒店，住宿费是他自掏腰包，馆主也就是他爸，可不会让他们住5星级大酒店，他是为了安全起见。学生们虽说都是几岁大的小朋友，可都是各个家庭里的小祖宗，不能出半点意外。当然了，他也是听说过管城大酒店是战少夫妻俩常去的地方，为了一饱眼福，特意自掏腰包，带着一班化骨龙住进了管城大酒店。身为馆主的女儿，又当了2年教练，加上平时兼职赚到的钱，程庆还负担得起住管城大酒店的开支。管城大酒店好呀，那是战氏集团旗下的酒店，在我们管城那也是最好的酒店之一，那服务也是极好的。苏腾绅士一般的拉开车门，让程庆上车。等程庆上车了，他绕过车身，回到驾驶座上。等他发动引致，载着程密离开后，后腿就有人进了派出所，将那些歹徒赎走了，全都送往医院检查以及接受治疗。实在是他们未来的少主夫人身手了得呀，被程密一顿胖揍，他们个个都因公受伤了。这些程庆并不知情，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跳进了苏腾为他精心策划的深坑里。在回酒店的路上，性格直爽，能说会道的程庆与苏腾聊得特别欢。
好像两个人不是初相见，而是相识10几年的老友似的。苏藤对这个命定之女是越来越喜欢，不愧是他苏藤的命定之女啊！不仅身手了得，性格直爽，又能说会道，这样的女孩子最适合他了。苏先生，你是大总裁，有没有机会和战少合作？战少和他老婆的爱情故事。哎，我远在云城都听说过，云城只能算个3线城市，无法和管城相提并论的呀。而且云城离管城也远，不同一个省吗？对于程庆会问起战印和海童的事，苏藤一点都不觉得意外。以他对程庆的调查，程庆平时除了教学生们练武、强身健体，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看各种。就这一点和他弟媳妇沈小军一个样子。那沈小军自己开着书店，就把书店里的书看了个遍，看完了他又进新货，反正保证他自己天天有书可看。程庆年轻，才24岁，又喜欢看战印和海玲的爱情故事比都精彩。当初刚知道战印闪婚时，媒体记者大肆报道过。如今互联网发达，远在云城的程庆会知道很正常，会感兴趣也很正常。苏藤笑道：“你问对人了，我和战少合作过无数次，私底下我和战少也算是朋友，偶尔一起吃过饭。战少和他老婆的故事，你是在网上吃到的瓜吧？与现实生活里没有太大的区别。媒体报道并没有夸大的。对了，战大少奶奶也是个会拳脚功夫的人。我觉得你们女孩子就会拳脚功夫，特别好。以后她若有了女儿，一定也要从小就教女儿学武，既能强身健体，又能自我保护。”程庆夸赞地道：“苏先生能与战少合作过数次，说明你们公司是有实力的。”苏藤谦虚的道：“一般一般吧，在管城这里，我的公司实在是排不上名次。苏藤的公司呢，低调，的确无法和几大集团相提并论。不过呢，他的公司财力雄厚呀，而且他这名下不止一家公司。论个人身家，苏藤并不输于战印。程小姐似乎很喜欢管城啊。”“管城很好呀，我是很喜欢。”程庆说着老实话。不过呢，他更喜欢自己的家乡云城。就这句话，程庆就没有说出来。程小姐有没有考虑过这到管城来工作？没有，我除了带孩子们过来比赛，以前从来没有来过管城。距离那么远，来来回回也不方便。而且我除了会打架，就没有什么特长了。来了管城这种大都市，怕是找不到好工作，顶多就是找份保安或者保镖的工作，还不如留在我们云城继续当武馆教练呢。云城的人很多都会一招办事的，那武馆的生意挺好。”苏藤笑了笑说道：“今晚程小姐救了我，是我的恩人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程小姐。以后若是程小姐想来管城工作，尽管跟我说，我给你安排工作。程小姐身手这么好，要是想当保镖，绝对很抢手。多的是大老总们想请程小姐当保镖的。不瞒程小姐，我都想请程小姐给我当保镖。我线下正是缺保镖的时候，像程小姐这样的身手，一个人就能保护我的安全了。”程庆笑道：“举手之劳，何足挂齿，苏先生不用放在心上。那别说什么恩人不恩人的呀，就他帮过无数人，苏藤是最客气的一个。不愧是大总裁啊，这修养不错呀。看得出来，苏藤也是个懂得感恩的人。这种人啊，老天爷不会薄待他的，相信他的生意会越来越好。若是那天我厌倦了我现在的工作，就请苏先生给我安排一份保镖的工作，保安的工作也可以，我不会嫌弃工种的，只要是靠自己努力赚钱，堂堂正正赚钱，不偷不抢，我都能接受。”程庆自认除了一身功夫，他也没有什么特长了。
所以在找工作方面，他是能有工作就行，不嫌弃工种。360行，行行出状元。苏腾说道，我给程小姐留着位置，哪天程小姐想过来工作，尽管联系我，给我当保镖，薪资福利随便程小姐提吧。行，我想换工作的时候，一定联系苏先生啊，不会跟苏先生客气的。2个人聊了一路，到了管城大酒店后，苏腾还嫌路程太短，早知道他就拐到拖长路程，就还能和程庆多聊会儿啊。不过初次见面，程庆还救了他，他那样做就太不地道，也会破坏程庆对他的好印象。车子停在了管城大酒店门口，苏腾偏头看着程庆。程庆是个明艳动人的女孩子，她的美呢又带着英气，让苏腾越看越喜欢。她的侧颜都特别美，苏腾对着她的相片都能看得如痴如醉，甚至偷偷的亲吻相片，更不要说面对她的真人了。苏先生，谢谢你送我回来。程庆解开安全带，边推开车门下车，边向苏腾道谢。不用客气，程小姐救了我，我送程小姐回来是应该的。程小姐明天有空吗？我请程小姐吃饭，程小姐可不能拒绝啊。你是我救命恩人，不让我请你吃饭报答你的恩情的话，那我就只能用其他方式报恩。程庆，苏先生不介意和就一般小朋友一起吃饭的话，我就有空，不介意。那我明天中午过来请你们吃饭。苏腾自认他对小朋友还是有点耐心的，他见过洋洋数次，洋洋那么乖巧可爱，他就很喜欢，那便以为小朋友们都像洋洋那样可爱懂事的，所以他不介意请着一般小朋友吃饭。况且他的计划是成为程庆的丈夫，程庆给学生们当教练，也等于是武术老师，他就是孩子们的师母，不是，是师公。行，既然苏先生要报答我的救命之恩，我就厚着脸皮受了。明天中午我和我的学生们就等着苏先生请吃饭了。没问题。你带了多少个学生过来比赛？就我给他们准备一份见面礼吧。不用的，苏先生不用那么客气，一共带了12个孩子过来，6男6女，他们都是我手底下最优秀的学生。程庆嘴上说苏腾太客气，不用他给孩子们准备礼物，却又告诉了苏腾一共有12个孩子。他觉得苏腾要送礼物给孩子们，那是孩子们的事，他这个当老师的，就不能替孩子们拒绝了，客气话说2句就好。苏腾记住了。苏先生，你快回家吧，我也去休息了。程小姐，晚安，明天见。苏腾下了车，挥手与程庆道再见，目送着程庆进了管城大酒店，直到看不见他的身影了，他才回到车上。他先掏出手机打电话给自己的得力助理，等到对方接电话后，他问大家的伤势怎么样。少主，咱们未来的少主夫人出手太狠了，大家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，那全都要住院治疗。听到自己的人称呼程庆为未来的少主夫人，苏腾眼底有笑意。少主夫人，他喜欢这个称呼落在程庆身上，他的命定之女啊。他是越来越喜欢，越来越满意，老天爷还是厚待他的，给他安排了一个这么直爽的女孩子来拯救他，让他有机会成为真正的男人吧。就是他比程庆大了10岁，不知道程庆会不会嫌弃他太老。苏腾从来不觉得自己老了，男人在他这个年纪还属于一枝花的年纪呢。况且他保养得极好，看上去像20几岁一样，从外表来看是看不出他34岁的了，但是对上程庆，苏腾就觉得自己老了。他10岁的时候程庆才出生呢。想到程庆的性格，苏腾又觉得他只要能让程庆爱上他，程庆是不会嫌弃他老的。那就都住院治疗吧，医药费啊，
营养费都帮他们算进去，还有他们这3个月的奖金都翻3倍，毕竟是为了他的人生大事受的伤，可不能让自己的手下受了伤又得不到好处啊。苏腾大方的给大家翻3倍的奖金，连续3个月。助理笑道，就是1个月奖金翻3倍，大家都很开心了，那是为了少主办事，主要是他们能提前见识到未来少主夫人的厉害啊，是真的厉害。3个月，好，我跟大家说说，少主怎么样了？成功搭上线了吗？去，我的私事你少打听。苏腾骂了助理一句，却是骂中带笑，一点都不生气。助理笑道，跟着少主时间长了，其他的没有学到。吃瓜第一如同继承了少主的衣钵一样，吃瓜吃到你少主的头上来了。助理嘻嘻的笑，帮我准备12份儿童礼物。程庆带着12个孩子过来参加比赛的6男6女啊。苏腾让助理帮他准备12份儿童礼物，明天送给那12个孩子的。给孩子们准备礼物了，程庆也不能忽略给程庆的礼物，就不劳助理费心了，苏腾自己会去准备。他庆幸为了帮唐永安的忙，厚着脸皮追求了商小飞一段时间，积累了一点追妻的经验，知道该给女孩子准备什么礼物了。少主什么时候要的呀？明天中午之前。中午我要请程小姐吃饭。助理一听就知道少主的计划完美，爽快地答应帮少主准备12份的儿童礼物了。一夜再无话。隔天清晨，东山小区，海玲提着儿子的小书包，边走向屋门口，边催促着儿子洋洋，动作快点，快迟到了。洋洋磨磨蹭蹭的从房间里拎着他的小鞋子出来，然后在沙发上坐下来，慢悠悠的自己穿鞋子，嘴上应着妈妈，我今天能不去幼儿园吗？还没有上幼儿园的时候，他觉得上幼儿园很好玩，去幼儿园报名的时候，他在幼儿园玩的都不想回家，妈妈要带他回家时，他还哭了呢。上了一段时间幼儿园后，洋洋就觉得还是在家里玩更爽一点。妈妈没空带他，他还能去小姨那边，小姨不行，他也能去姨丈的办公室玩，或者去姨婆家里，比上幼儿园好玩多了。最主要的是上幼儿园，他每天都要早起，不能像以前那样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。妈妈要去上班，所以会早早送他去幼儿园。每天他都是他班里第一个到园的，没病没痛的，怎么不上幼儿园呀？海玲开了里面的锁，扭头问着儿子。不等洋洋答话，他又说着儿子，你不是说想比龙婷厉害吗？龙婷上幼儿园可不会像你这样，上了2天又说不想上了。洋洋不吭声，海玲折回来在儿子的对面坐下，他没有动手帮儿子穿鞋子，小家伙能自己动手做的事，他都不会帮忙，让孩子学会能自己动手的事情自己做。洋洋，你跟妈妈说说，为什么不想上幼儿园？在幼儿园里有同学欺负你吗？那老师对你怎么样？洋洋摇摇头，说道小朋友都很好，没有人欺负我，我也不会去欺负人，我是学武之人，怎么能仗武欺人？老师很好，对我也很好，他学武的资质不如龙婷，不过妈妈和小姨让他学功夫，是为了强身健体，也为了能够自保，又不是让他去当什么高手。练了一段时间，论打架的话呢，洋洋能打赢他班里的其他小朋友，就在幼儿园啊，不存在别人欺负他的事。况且呢，他背后的靠山可高了，谁敢欺负他？洋洋的脾性也不会主动去欺负人。那你说说为什么不想上幼儿园？洋洋嘟着嘴说到上幼儿园，每天都要早起，不能睡懒觉，不能跟着妈妈和小姨到处跑。我想睡懒觉，想跟着妈妈和小姨，
海玲好笑地戳了一下儿子的额头，说他就知道你是贪玩，周末放假在家，你怎么不睡懒觉，总是天刚亮就爬起来了。他又严肃地道：妈妈很忙，小姨也忙，你上幼儿园不仅能学到知识，也能让妈妈轻松一点。洋洋，做一件事一定要坚持到底，不能三心两意，不能中途退出。洋洋自己穿好了鞋子，听了妈妈的话，他抬头看着妈妈，见妈妈一脸严肃，他知道自己老是不想上幼儿园是错的，便扎入妈妈的怀里，两只小手环搂着妈妈的脖子。妈妈，洋洋知道错了，洋洋去上幼儿园，洋洋不会三心两意的，你别生气。洋洋也想让妈妈轻松一点。海玲回搂着儿子，缓和了严肃的语气，说到最近妈妈太忙，忽略了你，没有好好陪你，再上2天幼儿园就放周末假了。这个周末，妈妈带你去海边玩好不好？小姨去吗？我们可以约上小姨，还有你表姨他们一起去。洋洋欢喜的道：好，妈妈。对不起，我以后再也不说不上幼儿园的话。海玲松开了儿子，笑了笑，说道：洋洋能理解妈妈，妈妈很开心，知道错了就改正过来，还是个好孩子，是妈妈的好洋洋。说着，他在儿子的小脸上亲了亲，小家伙也回亲了他一下。妈妈，我们去幼儿园了。洋洋拉着妈妈的手走向屋门口，还对海玲说道：妈妈，我的书包让我自己背。海玲将书包递给他，他背上书包和妈妈一起出门。出了屋门，洋洋站在一旁等妈妈锁门。海玲反锁了屋门后，转身就要牵起儿子的手，却看到一个男人站在不远处看着母子俩。那个男人正是昨天晚上在电梯里遇到的那个醉汉。醉汉看上去比昨晚清醒了很多，但看人的眼神还是很可怕。他盯着海玲看，在海玲抱起儿子就要走的时候，他忽然咧嘴就笑。说到原来你住在这一层呀。海玲心一紧，没有搭理他，抱着儿子赶紧走。走到电梯口，看到有同楼层的人在等着，坐电梯下楼去买菜，他才略松口气。阿姨，你看到刚才那个男人了吗？他怎么在我们住的这一层楼？以前没有看到他的。海玲和认识的阿姨打招呼，顺便问着对方这个问题。那位阿姨就说到：你说那个浑身酒味的男人呀，他是住在顶楼的，听说最近失恋了，天天都跑出去喝酒，喝醉了就到处躺，看到女人还死死地盯着女人看，不少人都害怕遇到他。我是一把年纪了，没那么怕，不过遇到他，我也是远远走开的。他很少会来咱们这一层楼，今天不知道发什么神经，跑到咱们这层楼来。海玲，你带着洋洋住，晚上要早点回家，早点反锁屋门，别被那个醉鬼盯上，谁知道他会不会借着酒劲做出什么事来。海玲租住在这里那么久，同楼层的熟悉，大家都知道她是个离婚女人，就带着儿子独自生活。阿姨就便好心提醒她。海玲呢，着我会的。电梯门开了，海玲牵着洋洋和那位阿姨一起进入电梯。等一等，在电梯门快要关上的时候，有个人咻地冲过来。海玲听到叫喊声，本能地按住了开关键，让那个人可以进入电梯。一阵酒味扑面而来，冲进电梯的那个人正是那个失恋了，看到女人就移不开眼的醉汉。他冲进了电梯，站稳后冲着海玲笑了笑。海玲没有回应他，本能地牵着儿子往后退了几步，拉开与他的距离。他却一直盯着海玲看。